宇宙如果有一张考卷，那地球大概是唯一一个交出满分答卷的。位置、质量、磁场、大气、水，哪怕当初有一样歪了那么一点点，这张卷子就废了。你和我也就压根不会坐在这儿。可这话说出来太轻飘飘了，对吧？光听数字你是没感觉的。所以这次咱们换个玩法，你留在飞船上，坐得稳稳当当，负责看；我呢，被你一脚踹下去，负责嘎，踹到太阳系那些看着挺美，其实全是坑的卫星上，一颗一颗的落地，一次一次的领教。太阳系里已经点过名的卫星，差不多有300颗，每一颗都长得不重样，每一颗都有自己独门的杀人手法。我不会拿仪器给你念数据，我拿身体给你试。冷到什么程度，是我的手指告诉你；毒到什么程度，是我的肺告诉你；孤独到什么程度，是我数着终点告诉你。每嘎完一次，我还会给这颗星球打个分，满分10分，就当是给游乐园写点评。有一条规矩先说死，10分我1分都不会给，10分是留给地球的，这是这趟旅程的规矩，也是这趟旅程的答案。等走完这一圈，你就明白了，满分的地球在这片黑的没边的宇宙里到底稀有到什么程度。第一站，我不打算温柔起步，既然是作死，那就直接从太阳系脾气最暴的地方开始。木卫一奥，它的个头跟月球差不多，直径3600多公里，可性格差得离谱。这上面有400多座活火山，同时在喷的就有一大批，是整个太阳系火山活动最狂的天体，没有之一。重力只有1.8米每平方秒，大概是地球的1/5，我随便一迈步就能跨出去4-5米。大气几乎可以忽略，气压大约是地球的10亿分之一，比地面上最好的真空实验室还要空。地表平均温度零下143摄氏度，可脚边熔岩的温度能上1300度，冰火两重天就在同一片地上。落地第一秒，我就发现一件事，这儿的地是软的。木星在旁边不停地揉它、捏它，潮汐加热把整颗星球当橡皮泥玩。地表每天上下起伏100米，你想象一下，脚底下埋着一栋30层的楼，正在慢慢的呼吸。头顶没有蓝天，是纯黑的。木星占了小半个天幕，大的让人心里发毛。你在地球上看月亮有多大，把那个圆盘放大将近40倍，糊在天上，还带着一圈一圈流动的云带，那就是我现在抬头看见的东西。四周是黄的、红的、白的、黑的，全是硫磺，像一块被烤糊了的披萨。没有风声，没有回音，因为这里几乎没有空气可以震动，一切都在死一样的安静里进行。你看远处那一大片，那不是湖，那是洛基火山口，一锅正在翻滚的岩浆，直径200公里，比整个北京城摊开还大。它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整片塌下去一次，再重新长起来，像一口永远煮不完的锅。我就是冲它来的。探测器显示，我脚下这层黄色的硫磺结壳厚度不足半米，底下的温度还在往上顶。这颗星球没有陨石坑，一个都没有，不是没被砸过，是砸出来的坑还没等留下来，就被新的熔岩重新抹平了。它一直在给自己整容，从来没停过。我小心地往前挪，1步2步，正打算再靠近一点拍个特写，毫无征兆的，我脚边那道裂缝张开了，喷流从地下顶出来，初速度每秒接近1公里。医药没有大气拦着，所以这股东西一喷就是300-400公里高，最猛的时候能到500公里。我被它整个拖了起来。上升的过程里，二氧化硫结成的冰晶和硫磺粉尘像喷砂一样刮过来，先是面罩被磨花，视野变成一片毛玻璃，接着宇航服的外层被整片打穿。压力一泄，在这种近乎真空的环境里，体液在体温下就直接开始沸腾，肺里的空气风了一样往外冲，几秒钟意识就没了。剩下的事情很简单，我沿着一条完美的抛物线飞了300公里，又原样落回这颗星球的怀里。顺便提一句，这颗星球的天空里还飘着一层看不见的东西，它喷出去的硫和氧被木星的磁场卷走，绕着木星拉成了一整圈甜甜圈一样的等离子体环。也就是说，伊奥吐出来的毒气最后全变成了木星辐射带的燃料，它不光烧自己，还给整个木星系统上毒。这一战满分10分的话，我给伊奥9分。死的壮观，画面拉满，而且我想看的那锅岩浆，我是真真切切看到了。只扣的那一分，扣在落地那一下，闷闷的一声，实在不体面。既然人已经在木星这一片了，那就顺手往里再挪一颗。木卫2，欧罗巴，它比月球还小一圈，直径3100多公里，表面平滑的离谱，没有山，也没有大坑，只有一道道褐色的裂纹，像一颗被磕过又冻上的鸡蛋。冰壳厚15到25公里，冰壳底下是一整片深达上百公里的液态海洋，这里的水量是地球所有海洋加起来的2倍。听懂了吗？2倍。表面温度零下160摄氏度，重力1.3米每平方秒。这地方是全太阳系公认最有可能藏着生命的门牌号。可它有个致命的问题，木星的辐射带
正好把它整个泡在里面。传感器读数显示，这里的表面剂量是1天540雷姆。给你个参照，一个人一次性挨上500雷姆，基本就没救了。而这儿1天就给你540，相当于把你塞进一台正在工作的 X 光机里，然后把开关掰断。辐射这东西最阴的地方就在于，它不疼不烫，没有味道，也没有声音。我落地的时候什么感觉都没有，还挺兴奋，甚至有心情蹲下来摸了摸冰面。你看那些褐色的裂纹，一道压着一道，横七竖八铺满整颗星球，全是底下的海水顶上来，又在真空里重新冻住留下的疤。还有一片一片乱糟糟的地形，像是冰壳碎成了几十块，飘了一阵，又胡乱冻回一起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底下那片海是活的，一直在动。木星的引力把这颗星球反复揉搓，揉出来的热，就是这片海几十亿年不动上的原因。我架起钻头，对准冰面，打算钻个洞看一眼。钻了不到1米，计量计的读数已经悄悄爬过了红线。报警声响起来的时候，我甚至还想着再钻2分钟。高能电子和离子穿过宇航服，穿过皮肤，把细胞里的 DNA 双链一根根打断。最先垮的是骨髓，造血停了，然后是消化道，肠壁的黏膜整片脱落，接着是恶心、呕吐、内出血。整个过程不快，几个小时，也不痛快。我最后是趴在冰面上的，底下20公里就是那片可能藏着生命的海。20公里，我一眼都没看见。这颗星球最讽刺的地方就在这儿，它把最有可能的答案藏在冰底下，又用一圈致命的辐射把门锁死。你越想靠近，它杀你越快。这次我给欧罗巴打4分，死法没有画面感，全程看不见摸不着，像被人从背后慢慢掐灭。最气的是，我趴的地方离答案只有20公里，这个亏吃得太不甘心了。木星这边火气太大，咱们往外走，去土星。第一颗土卫6，泰坦。说实话，这是整趟旅程里唯一一个我事先有点期待的地方。它直径5100多公里，比水星还大，是太阳系唯一一颗拥有浓厚大气的卫星，气压是地球的1.45倍，大气里95%是氮气，剩下的主要是甲烷。表面温度零下179摄氏度，重力1.35米每平方秒，只有地球的1/7。这2个数字凑在一起，会发生一件非常浪漫的事。这里的大气密度是地球的4倍，重力却只有1/7。什么意思呢？意思是人只要绑上一对翅膀，扇一扇，真的就能飞起来，不用发动机，不用燃料，就靠胳膊。整个太阳系只有这一个地方能这么干。落地之后，眼前是一片橙色的雾，光线像永远停在黄昏。抬头看不见土星，雾太厚了。你看远处那片反光，那是利基亚海，一整片液态甲烷，旁边还有更大的克拉肯海，摊开比里海还宽。这里的雨也是甲烷的，雨滴有黄豆那么大，落得极慢，1秒钟只掉1.6米，你能眼睁睁看着它从雾里一路飘下来。我把翅膀绑好，助跑了3步，蹬了2下，真的飞起来了。不是那种火箭推着往上窜的飞，是鸟的那种飞，一扇一沉，一扇一沉，胳膊能清清楚楚感觉到空气在往下推。那几分钟是这趟旅程里我唯一一次觉得作死也挺值。我贴着海面滑行，翅膀一扇一扇，橙色的雾从身边往后退，底下的甲烷海面平得像一块玻璃，连一丝波纹都没有。因为这里几乎没有风，浪高最多也就几厘米。我甚至有点忘了自己是来干嘛的。然后雾里下起了雨，甲烷雨浸透了宇航服的外层，在零下179摄氏度的环境里，甲烷开始蒸发，蒸发要吸热，吸的是我身上的热。这就是一台贴在我身上的天然制冷机，越湿抽得越狠，加热系统的功率很快就跟不上了。手指先僵，然后是小臂，翅膀越扇越沉，扇一下要歇2下，最后彻底扇不动了。低重力让我掉得很慢，慢的能看清底下的滩涂一点点变大，慢的我有功夫想清楚，我是被自己最喜欢的一件事送走的。我落在了岸边，躺着，体温一度一度往下走，眼前是橙色的雾，耳边是雨点砸在头盔上的声音，一下又一下，慢的像有人在数秒。这次我给泰坦8分，飞过了，真飞过了，这份体验独一无二。扣2分是因为死法太拖沓，前面那么爽，后面慢慢动，收尾拉胯了。土星家里孩子多，顺路再看一颗土卫2，恩克拉多斯，它的直径只有504公里，比泰坦小了10倍，温度零下198摄氏度，重力更夸张，只有0.113米每平方秒，是地球的1%。我原地一蹦就能蹦7-8米高。你看南边那4道裂缝，科学家管它们叫虎纹，间歇泉正从裂缝里往外喷，一直喷到几百公里高，一小部分逃进太空，给土星的一环供货，剩下的大部分又慢慢的飘回来，变成雪。我朝虎纹走过去，想站到喷口正上方，看一眼从地底涌上来的水汽。走了没几步，脚下一空，问题就出在那些雪上。几亿年来，
喷上去的东西一层层落回来。可这颗星球的重力太小了，小到根本压不实它们。南极附近的雪层厚达上百米，松得像刚下的粉雪，密度只有普通积雪的1/10。我整个人陷了进去，低重力这时候彻底变成了敌人。我使不上劲，蹬不到底，手一撑，撑到的还是粉末，越挣扎陷得越深，雪从四面合拢，头顶那点昏暗的光越来越小，最后没了。氧气耗尽之前，我连一声响都没弄出来。他用自己身上最柔软的东西把我埋了。可这地方最值钱的从来不是雪，喷出来的水汽里，科学家已经验出了盐、有机分子，还有能给生命功能的氢。那说明冰壳底下那片全球性的海里，可能真有点什么。这些我一样都没碰着。这次我给恩克拉多斯2分，狼狈、憋屈，没有画面，没有声音，连个像样的死状都没有。而且喷口就在前面100多米，我到死都没走到。差评还在土星这一片，咱们再往里飞一点，飞进土星环里去。土卫18。这颗小家伙直径只有28公里，长得像一只刚出锅的馄饨，腰上还围着一圈面皮，那是环里的物质一层层糊上去的。他就住在恩克环缝里，一条300多公里宽的空隙，是他自己用引力扫出来的。我本来想下去踩2脚的，可飞船靠近之后，我改主意了。环缝看着干净，边上可不干净，上下左右全是冰块，小的像沙粒，大的像一栋房子，各自绕着土星狂奔，而潘的引力还在不停地搅动它们。这不是着陆场，这是一台正在满负荷运转的碎石机，所以这一站我认怂了。飞船擦着环缝过去，我隔着舷窗看了看那只馄饨，就这样吧，不下去也就不给评分。这是整趟旅程里我唯一一次活着离开一颗星球，怂完了得补回来。土卫7，许珀里翁，一颗名字很威风，长相很像福石的星球。它形状不规则，最长的一边360公里，最离谱的是密度，只有水的1半多一点，内部超过40%是空的。什么概念？你要是能找到一个足够大的浴缸，它能浮起来，表面全是深坑，密密麻麻，像一块被虫蛀烂的海绵。它的自转是混沌的，翻跟头翻得毫无规律，没有固定的白天黑夜，连明天太阳从哪边冒出来都算不出来。重力小到几乎不存在。我轻轻落下去，本来想踩个稳，结果一只脚直接踩穿了。表面那层多孔冰的强度还不如泡沫。我一条腿陷进一个几米深的洞里，上半身卡在外面，手一撑，撑到的全是碎渣，更觉得还在后头。探测器早就记录过，这颗星球带着很强的静电。我这一脚踩下去的同时，电荷顺着宇航服放了过来，噼的一下，生命维持系统的电路直接烧穿。我就这么卡在一颗星球的蜂窝眼里，跟着它一圈一圈地翻，像一块欠歪了的积木。这次我给许珀里翁1分，没有危险感，没有壮观，连痛苦都谈不上，全程只有一个字：丢人。嘎德毫无尊严，1分不能再多。土星逛够了，继续往外。天王星这颗行星本身就是躺着自转的，它的卫星自然也跟着一起躺。天卫5，米兰达，直径471公里，长得像被人摔碎之后又胡乱拼回去的，重力只有0.079米每平方秒，大约是地球的1/200。我来这儿是冲着维罗纳断崖去的，这是目前已知太阳系最高的悬崖，落差20公里，把2座珠穆朗玛峰摞起来，还差点意思。我想爬到崖顶去，因为天王星是躺着的，从崖顶往上看，能看见它横在天上，光环是竖着的，像一个立起来的巨大靶心。那画面我惦记很久了。低重力让攀爬变得毫不费力，我一蹬就是10几米，一路往上窜。可就在离崖顶大概20米的地方，我手里那块冰碎了，然后就开始掉。0.079的重力，掉20公里，需要多久？将近12分钟，整整12分钟啊！我从崖顶往下飘，中间有足够的时间把这辈子想一遍，想完了还能再想一遍，顺手把遗嘱也拟了。到最后我甚至有点不耐烦，心说你倒是快点砸。落地的时候速度已经加到每小时200多公里，该有的效果一样不少。这次我给米兰达3分，画面是有的，节奏实在太差，前戏长得离谱。更要命的是，我离崖顶只差最后20米，那个横躺着的天王星，我到死都没看上一眼。天王星到海王星顺路，海卫1，特里同，这是太阳系里唯一一颗大个头的逆行卫星，绕着海王星倒着转，几乎可以断定它原本是外面的流浪汉，后来被海王星一把抓了进来。它直径2700多公里，表面温度零下235摄氏度，是太阳系最冷的固体表面之一。它的反照率高得夸张，照上去的阳光有70%多被直接弹回太空。换句话说，它冷是因为它太干净了，大气极其稀薄，全是氮气，气压只有地球的7万分之一，重力0.78米每平方秒，而且它正一圈圈往里掉，几十亿年之后会被海王星撕碎，摊成一圈新的环。这颗星球有一副哈密瓜皮一样的地表，皱得规规整整，
可我要看的不是这个，你看那边，一根黑色的柱子正从地下顶出来，笔直上升8公里，到了顶上，被高空的风一吹，它拐了个90度的弯，拖出一条上百公里长的黑尾巴，那是氮气间歇泉，原理很有意思。阳光晒透半透明的氮冰层，底下的氮受热升华，压力一点点憋高，憋到临界值，就从裂缝里炸出来。这里的太阳看起来只有针尖那么大，照到地面的阳光只有地球上的1/9，可就是这么一丁点热量，居然还能把一颗星球捅出这么大的动静。我走到一个喷口边上，架好相机，蹲下来等下一次喷发。等了没多久，我脚下那块地鼓了一下，然后我就上天了，被一股氮气流从底下直接顶起来，像被人从下面猛推了一把，抛到几公里高。上升的时候我甚至没觉得害怕，只觉得荒唐，还顺手拍了2张。整颗星球在我脚下慢慢摊开，那片皱巴巴的哈密瓜皮地形一直铺到地平线。远处海王星是一颗又深又蓝的圆盘，安静的不像话，可上去了总要下来。重力虽小，几公里的高度也够攒出每小时几百公里的速度。我是自己走回地面的，用最快的方式，太阳系最冷的地方，用一口气把我送上了天，又让我自己摔回来。顺便说一句，它的南极盖着一大片粉红色的冰，是氮和甲烷被阳光照了太久慢慢变出来的颜色。整个太阳系最冷的地方居然长着一块粉色。我一直想走过去看一眼，可惜这趟我飞得虽高，方向不由我定，落点也不由我定。这次我给特里同5分，壮观确实壮观，这也是我这趟飞得最高的一次。可从头到尾我一点主都做不了，全程被动，像一颗被人弹了一下的小球。中规中矩，5分。再往外就是冥王星了，不过我不去冥王星，我去它那颗大的离谱的卫星冥卫1卡戎，它直径1200多公里，是冥王星的1半还多。这俩与其说是行星和卫星，不如说是一对绕着中间某个点互相转的双胞胎，它们被彼此彻底锁死了。卡戎永远只拿一面对着冥王星，冥王星也永远只拿一面对着卡戎。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，站在卡戎的正面，冥王星是定在天上的，不升不落不动，千百年就挂在同一个位置。这里温度-220摄氏度，重力0.288米每平方秒。你看它北极那一大块暗红色，科学家管它叫摩多斑，那是冥王星漏出来的甲烷跑到卡戎极区冻住，再被紫外线一点点加工出来的有机物。一颗灰白的星球顶着一块暗红色的胎记，说不出的诡异。地表还有巨大的裂谷，最深的地方是地球大峡谷的好几倍，那是它年轻时内部的水结成冰，体积撑大，把自己的壳给撑裂了。我开着探测车沿裂谷往前走，走得挺顺，然后轮子陷进一片松软的冰渣里，怎么都出不来。这一站没有爆炸，没有施压，没有毒气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样东西在慢慢杀我。距离这里到地球光要走4个半小时。我说一句话，地球4个半小时之后才听见，他们回一句，我在等4个半小时。一问一答，9个小时。我发出能来接我吗？然后我睡了一觉，醒了，吃了顿饭，把车又白折腾了一遍，等到第2天才听见那句我们在想办法。这句话你在地球上听是安慰，在这儿听是判决，因为我知道等他们真想出办法再传回来，又是9个小时以后的事了。后来我就不怎么说话了，不是不想说，是每说一句都得付出9个小时。太阳在这儿只是一颗特别亮的星星，照过来的光只有地球上的1500%，落在身上一点温度都没有。抬头，冥王星还定在天上那个位置，一动不动，连挪一挪都不肯。没有日出，没有月落，没有影子在地上转圈，时间在这地方压根就没有刻度。我开始靠计算氧气罐的读数来判断今天是第几天，后来连这个也懒得算了。我的结局不是被弄死，是补给一天天见底，然后耗完。这次我给卡戎7分，没有一点惊吓，全靠熬。但你要问我哪一站最难受，就是这儿。这种死法很安静，很贵，也很有分量。最后一站，我要回家了。虽然只回到一半，月球它直径3400多公里，重力是地球的1/6，没有大气，白天127摄氏度，夜里-173摄氏度。最关键的是，它也被地球锁住了，自转一圈要27天多，所以这里的一个白天是14个地球日，一个夜晚同样是14个地球日。我落在一座环形山的边上，抬头，地球就在那儿。从这里看过去，它的直径差不多是我们在地球上看月亮的4倍，蓝的、白的，一整个的，安安静静的悬着，也不动。我认的那片海岸线，云在动，白色的漩涡慢慢的转，那是台风。我甚至能看见你们在地球上抬着头看着我。那一刻，一种很假的安全感涌了上来。走了这么远，看了这么多要命的地方，最后回到离家最近的一块石头上，你会下意识的觉得这儿总该安全了吧？这地方我没什么想探索的了，这里没有海，没有火山，
没有喷泉，没有一样东西值得我拿命去换。我就想坐一会儿，多看他2眼。然后太阳落下去了，14天的黑夜开始了。没有大气保温，地表温度直线往下掉，一头炸到零下173°C。太阳能板停摆，电池根本撑不了14天。生命维持系统开始一层层做减法，先关掉腿部的加热，然后是手臂，最后只保胸腔那一小块。这个过程很有秩序，也很有礼貌，像有人在替我一件一件脱衣服。我坐在那儿，看着自己身上的灯一盏一盏灭掉，体温一度一度往下走，血液从四肢往身体核心收缩，手指先失去知觉，然后是意识开始变慢，思路一段一段断掉。动到最后，人不会痛苦，反而会觉得暖和，那是身体在骗自己。最后关掉的是通讯。我坐在环形山的边上，就那么冻住了，眼睛还睁着，正对着那颗一动不动的蓝色的我回不去的家。38万公里是这一路上最短的一段距离，也是我唯一一次真的想走完的距离。这次我给月球9分，死法干净，画面完整，故事也够。扣的那1分就扣在它太近了，近到我伸手好像就能碰到，近到我能看清它身上的云在动，可它偏偏就是38万公里。这1分不是扣给月球的，是扣给我自己的。这趟作死之旅到这儿就结束了。10颗星球，9次落地，9种打法：火、辐射、雨、雪、静电、悬崖、喷泉、月夜，还有距离。没有一次重样，也没有一次是意外。每一颗星球都只是老老实实的做了它自己，没有一颗是冲着我来的。可我就是没了。你回头数一数，合适的温度，能呼吸的空气，稳定的液态水，挡辐射的磁场，还有一层不厚不薄的大气，这5样要同时凑齐才叫能住人。我走了一圈，一个都没凑齐，哪怕只差1样，我就得永远留在那儿。你看出来了吗？在宇宙的尺度上，能活着这件事本身就不是常态，而是一次侥幸到离谱的走运。那我们抬头看星星，到底是在找下一个能住的地方呢，还是在找一面镜子，好把自己看得清楚一点？也许探索的终点压根就不是再翻出一个满分的地球，而是走完这一圈之后，我们终于舍得低下头，看看脚下这颗星球。它替我们挡下了辐射，兜住了空气，压住了海水，还顺手把温度调到了刚刚好。它一直在做这件事，做了几十亿年，一句话都没说过。这一趟我答了9次，就是想告诉你一件事，那个满分不在远方，它就在你脚底下。